嗨，大家好，我是小鹏。据苹果发布 iOS 26.2正式版3天以后呢，今天最新的 iOS 26.3 Beta 1开发者预览版也开始推送了。我的 iPhone 17 Pro 更新包也不小，足足有8点多个 G。当然，一并发布的还有 iPadOS、macOS、tvOS、HomePodOS、VisionOS， 包括 watchOS 26.3 Beta 的更新。好，废话不多说，那么接下来就随我一同来看看这次苹果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值得关注的新特点。首先，为了遵守欧盟的数字市场法的要求苹果落实与安卓手机之间双向数据迁移。在新的系统中加入了全新的原生数据迁移工具，使 iPhone 用户在更换至安卓智能手机时呢，可以在无需额外下载第三方应用的情况下完成数据的迁移。好，我们打开设置，进入到通用，找到传输或还原 iPhone， 传输至安卓。你可以将安卓手机和 iPhone 放在一起，打开 WiFi 和蓝牙，可以传输非保护数据。比如照片、信息、备忘录和应用等等，扫描对方的二维码或者使用手动配对的方式都可以。当然，这个功能目前需要 Google 的推送，国内手机何时支持就看各自的更新频率了。另外一个新功能在通知，这里新增了一个通知转发的一个入口该功能允许 iPhone 将收到的通知自动转发给第三方可穿戴设备。若用户启用转发功能，则消息不会被转发给 Apple Watch。这些功能其实仅在欧盟提供，是苹果基于欧盟法案要求做出了一个妥协。以前对于 iPhone 收到的通知，苹果默认情况下会将其转发给已经配对的 Apple Watch。其他品牌的智能手表无法收到消息。不过呢，第三方可穿戴设备其实早就已经做到接收 iPhone 的所有通知了。只要用户授权蓝牙访问通知，他们的配套 App 就能把系统推送全部读走，再同步到手表或者手环上去显示。所以，即便苹果这次把官方通知转发功能只开放给欧盟地区，真正影响其实并不大。两种方式的关键差异其实就在于隐私。苹果官方的转发，用户可以精确选择哪些 App 的通知允许被转发，而第三方自有方案往往必须一次性开启允许读取所有的通知，这等于是把所有的消息内容全部暴露给了第三方。潜在风险其实会更高。另外还有一则关于 Fitness Plus 的消息，根据苹果8号发布的一个新闻稿该服务已经扩大到了一些新的地区，这里面包括智利香港印度、日本、荷兰、新加坡、台湾等地。当然，这个并不需要你更新 iOS 26.3。好，我们最后来看看 tvOS 在最近的一次正式版更新中，新增加了不用登录 Apple ID 以创建个人资料的一个选项。这意味着 Apple TV 的机主可为访客或者是家中的儿童单独的去创建一个用户配置文件，不需要去绑定 Apple ID。此外，系统还提供了带有年龄限制选项的儿童模式，这里面可选 TVG、TVPG 和 TV14 等多种分级。启用以后呢 ，Apple TV 的 App 只会显示符合分级标准的视频和电影，可防止青少年在 Apple TV App 中观看到不适合的内容。目前 iOS 26.3 Beta 还是开发者预览版，不建议主力机的朋友去更新如果想尝鲜呢，还是最好至少要等到公测版出来。好，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是小鹏，我们下次再见，拜拜。